光灿烂赵露思新剧《胡同》2天流量破亿，骂声仍在继续。网曝演技差，听她说话就是折磨。赵露思的新剧《胡同》在短短2天内就获得了过亿的点击量。然而，差评仍在继续，据说网络轰炸对她的演技不利。据说听她说话就像听折磨。中国交通女神赵露思主演央视主旋律成就《胡同》。该电视节目的高收视率令人信服，仅在2天内就突破了110万次观看，甚至在猫眼电视剧的热度中排名第2，仅落后于靳东和程毅的法律剧底线。虽然节目收视率很高，但赵露思的演技却被诟病。网友们发现她的讲话难以辨认，难以听清，他们考虑听她的折磨。过度使用语音使得不阅读字幕很难理解。赵露思是戏剧3部曲《胡同》中的女主角，她饰演田枣，参与了1950年代中国早期的自由运动。在基层工作的同时，她带领一群孤儿求生。此外，她还帮助抓捕间谍、制作手工艺品，并为志愿军捐款。70年来，她一直担任社区委员会主任，并帮助她的人民。其他中国女演员蔡文静和关晓彤将出演剩余的2个单元。赵露思最近因出演《星光灿烂》节目中的倔强不被爱的程少上走红。然而，在拍摄《星光灿烂》之前，她已经在为中央电视台拍摄节目。1年前，她拍摄《胡同》被诟病没有提高演技，演得太狠。网友注意到，她在《胡同》的几场戏都充满了她的脸部和身体部位的特写镜头。角色的宣言"我要努力玩"伴随着无法抑制的表情。这句话使角色看起来很可爱。他认为扮美或扮丑是一项强大的技能，因为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角色中。网友们分析了赵露思在不同电视剧中的演技，他们比较了她在传闻中的陈芊芊、星光灿烂和胡同中的作品。赵露思在陈芊芊中的表现受到好评，因为这是一部很适合她的轻松喜剧。她在星寒中对程少上的刻画也恰如其分，因为她需要一种古怪、刚柔并济的表现。不过，也有人批评她在胡同里在天早的表现。他们说她用韩剧的演技来诠释节目的主旋律，看起来很别扭，很不自然。甚至有人说她的行为不像一个卑微的基层服务人员，而是一个泼辣的太妹，一个看起来像黑帮的人。自5年前出道以来，网友们一直在批评金苏尔的说话能力。他们声称她的讲话含糊不清，令人讨厌且难以听。一位评论家写道：无论是和别人吵架还是正常说话，她的讲话都很松散和含糊。她说的许多句子都是松散和含糊的。赵露思的演技用她机械背诵的台词说服了我。粉丝认为她的演绎与田子的性格十分相似，这就是为什么首映是在同期节目中收视率最高的原因。此外，该节目连续2天打破最高排名。节目刚播出时，侯明昊和赵露思的演技就很有意思。正版视频平台发布了6集电视剧《胡同》，该剧于9月25日在央视电视剧频道首播。从目前播出的情况来看，故事的叙事角度被认为是有趣和广阔的。然而，让人唯一遗憾的是，侯明昊和赵露思的表演几乎毫无意义。此外，优酷上的电视剧频道推出了视频质量和声音改进的《胡同》独家版本。第1幕中的邻居女孩实际上是一位年长的妇女。这个戏剧性的角色是来自角落阿姨的赞美，她认为《胡同》里的内容很有趣。以建设新中国为中心的宏大主题助长了这种感觉，因为《胡同》电视节目围绕着邻里居民的生活和他们姑姑的故事展开，所以他们很少有包罗万象的主题。这是因为这些节目最重要的方面是缺乏这些主题。本质上，这意味着这些节目主要关注社区成员的日常生活。好的叙事角度造就了精彩的电视剧。通过这个镜头观察事物时，这一点很明显。北京的独特品味和时代在故事的开始就确立了。这是通过编剧的聪明才智完成的。为了让故事感觉真实，必须满足2个要素。这些元素是可信的叙事和适合其时间和地点的人物。
因为北京单位了解这些口味和时代，所以在创作电视剧《胡同》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电影《胡同》的第一幕需要深入了解北京的古老文化。编剧傅宁显然对文化有透彻的了解，许多老北京小说都包含与胡同相同的情节。这些小说的情节包括动辄把人埋在后院的坟墓里。电视剧《新世界》围绕多个叙事主题展开，其中一个主题是主角快死了。北京遇见世界关于电视剧老味的说法可以看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老年和中年观众认为内容很重要，他们对北京的文化、娱乐、胡同角落等都至关重要。然而，一些观众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声称叙述是杂乱无章的，充满了无用的材料。虽然这只是一种解读，但我个人还是喜欢该系列迄今为止呈现的零散但有条理的叙述。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节目《胡同》的第一部分还是取得了成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演员的表演风格在北京人看来已经过时了。这个问题使得演员扮演的角色很难以真实的方式表演。然而，一些演员能够通过以类似于北京当地人所认识的风格出现在舞台上来克服这一点。几十年前，北京电视剧就要求演员使用这种表演模式。此模式需要正式培训，并提供结构化的表演体验。影片展现了童星侯明昊和赵露思在京式演技中的挣扎。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偶像剧中表现得像偶像。这种古老的表演传统源于北京风格的表演，由傅宁指导。他试图通过指导他们的表演来帮助演员找到这种表演风格。导演傅宁意识到，优秀的内容不是一天就能做出来的。结果，他选择了不完美的屏幕内容。现实主义电视剧需要演员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表演，年轻演员很难做到这一点。当他们试图以这种方式表演时，这可能会导致拍摄延迟。这些延迟可以通过选角较老的演员或选角有适当经验的演员来避免。然而，胡同的剧情却是在赵露思和侯明昊无法演戏的时候开始的。由于缺乏适当的表演风格，这两个人并没有对他们无法采取行动承担全部责任。孩子们只有在偶像剧中经历过更好的事情，他们认为自己太年轻，没有经历过其他任何事情。北京胡同电视台要求节目有木本位，这就像一个用木头做的木桶，木头可以盛水，即使是一块木头也能装满一桶水。这意味着我们不希望看到侯明昊和赵露思的演技受到负面影响。不过，节目质量很容易受到两位演员展现老北京品味的能力的影响。年轻演员认为快速提升演技至关重要，导演也有这种愿望，他们大概希望他们成长为专业演员。